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哥好，大家好。前民众党中央委员张义善，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友汉，五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钟佩君，五哥好，大家晚安。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明。大家晚安。好，那债优事情现在查到什么样一个程度？那你看得出来，那包括在立法院里面炮声隆隆。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当然你说该下架都要下架，连赖总统2次亲上火线说了重话。那接下来呢？好，那这个会影响到全民大家一个食安的问题，不分党派，不分颜色。问题就是如果一路往下查的话，那对民众什么时候能够给一个安心的交代呢？好，那另外对大家来讲，石板民夫那在前几天遇袭的这件事情，他真的背后会扯出很多阴谋论吗？那包括中检，那中检在昨天在你看到所有的在声明稿里面，那也已经讲到了，包括是不是有跨境镇压，类似像这样一些事情，对国人来讲的话，未来又怎么样因应这些事情呢？当然，在今天对于施广阳来讲的话，他也鞠躬道歉，他也告诉你说，对以前的一些事情，有的好，那没有的那不要栽在他身上。可是对于这些事情，整个风波是已经过去了吗？但是今天，万名委员也就是施广阳的母亲，今天上媒体上面去做了一段访问，访问里面也特别提到，其实他们也受伤了。那对于很多如果还有不实的话，那他们也希望透过司法厘清，律师啦，所有这些都准备了。OK， 好，那相关的一些内容访问还有什么呢？让你听一下，来。不要问，还是现在会进现场喽，直播开始了。因为他们是这样，现在会进现场了。他们有这样的要求，你就我们有简单回应就好了。他在求学成长阶段绝对不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严格的管教之下，他也不会是一个会去伤害别人或者是为非作歹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当时这些同学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包括施广阳本人，其实也是有一点点惊讶的因为那个时间点就是，比如说同学喊他阿布依。那他们可能喊同学阿拜，我绝对不是一个会用特权去压迫学校、欺压学校人，更不会用特权为我自己的这个孩子谋关说。我们澄清完了以后，针对抹黑的地方还是要继续再这样攻击。我们并不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已经受伤了。说完了，大家也还要继续攻击。那我想在司法的部分，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支持者、很多的律师，我们已经在做一个整理了。来一善，那这是后来万名委员最后讲的，他讲说其实他们也受伤了。那如果说都已经澄清给你们听了，你如果还要继续再抹黑，要再去造谣，那当然很多的支持者跟律师也已经在收集这些。但有一个大家在讨论是施广阳的事情，讲这么多天，他也已经公开面对，他是用录影的方式，那一个影片，然后鞠躬道歉。当然有人是讲说，那你为什么不开记者会或怎么样？但不管怎么说，施广阳做了这些动作以后，为什么今天万美委员今天要亲上火线去解释这些东西？是，当然是一个选举上面的考量不只是为了施广阳，我们都知道嘛，施广阳的选票来自于他母亲嘛，他母亲的选票说真的还足以当选3席，不止施广阳带选，张江村跟林涛可能都要靠那个万美的选票来支持嘛，所以说施广阳的选举其实是比较没有办法担心的，但是对于万美玲的形象就会很大的影响嘛，所以万美玲今天出来开这个记者会，对于万美玲的形象到底有没有帮助？可能还是没有帮助。我要讲的是说，当然17项的指控，他们否认了12项，但是很多事情是当事人跟施广阳之间才清楚的。这些证据应该是施广阳找当事人来做解释清楚。如果没有的，就解释清楚嘛；如果有的，那你应该沉重的道歉嘛，才对啊！你要跟当事人道歉，而不是透过公开的媒体，然后道歉里面。通常通篇里面大部分都在否认嘛，而不是对于所谓的当事人受伤的部分来做道歉嘛。如果没有错，你干嘛道歉？表示当事人你也认为当事人因此有受伤嘛。然后今天这个万美玲讲说你们也受伤了，我直接讲。如果要当政治人物做检验的时候，你觉得受伤，那你干脆叫施广阳不要选嘛。你万美玲也可以不要选嘛。公众人物接受检验，你就有的就解释清楚，没有的就解释清楚，有的你就诚挚的道歉嘛。你怎么会用受伤这2个字？那这些被霸凌的人，他们的伤害要怎么办？我觉得今天斋斋讲得好啊。今天万美玲说她要找她斋斋的母亲，斋斋讲得好啊。
说四广阳，你都28岁，我也28岁了，为什么你妈妈要找我妈妈来解释这件事情？你为什么四广阳不找我来解释这件事情？如果有误会，我们两个面对面见面。那不就是大家你如果说我有骂你阿肥，假设啦哈，佳佳有骂人家阿肥，那你也应该跟人家道歉啦。这些事情两个人面对面，不是私底下就可以澄清了吗？佳佳也不会这么生气，再发文解释嘛。所以这就是四广阳最大的问题。它包含在学校同学的期间，在学的期间，包含现在面对危机的时候。都躲在妈妈后面嘛，这才是大家对于一个你要参选的议员参选人，你如果处理事情，包含你在求学的阶段，包含你现在在选举的阶段，你都躲在妈妈的后面，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嘛？大家可不可以接受这样一个政治人物来参选我们的市议员嘛？最后还是选民要检验，但是这样的过程就是检验你的最好的机会嘛，所以这不是一个真心道歉啊，这就是一个选举操作。而我觉得啊，万美玲真的换一家公关公司，这个选举操作真的很差啦。说真的，我们选举的时候不怕对手啊，不怕神对手啊，怕猪队友啊。你的一堆里长也好，立委的同才也好，那些解释不解释还好，那一解释更惨嘛。什么说什么里长说什么小时候大家谁没有赌博过？这句话我们就签六合彩，签六合彩啊，六合彩说真的我还真没签过嘞，因为六合彩是那个诸葛亮的时代才会签过嘛，我们就算年轻啊，所以这些事情，六合彩是什么？我们对，为什么说小时候谁没有赌博过啊？谁没有签过六合彩？这句话你讲出来，让大家觉得说你火上添油嘛，包含这个我们这个妈祖的立委讲说，那小时候谁没有偷东西？我真的还没有偷东西嘞，大部分人都没有偷东西，好不好？大部分偷东西是违法的事情。你怎么会说谁小时候没有偷过东西，然后说偷完东西还可以选议员吗？这些事情都会变成是火上添油嘛？不，小雨，你从那个就刚才对啊，浅秋有提醒他说，现在已经进现场了哦。那他已经不知道那个他进现场以后直播就是前面就出去了嘛。所以当讲说那个退选不要问，有人解读讲说，所以你们不要问退选，因为你问了。那我也尴尬，不知道怎么回。重点是，我就没有要退啊，小孩就没有要退啊。那你干嘛要问这个问题？那解读上是这样吗？但万民委员强调一件事情，就算他不是品学兼优，他绝对不是，他不会伤天害理，他不会去伤人什么这些。那他自己，至于他自己，他也讲了，他绝对不是会用特权去护小孩，去关说所有这些，等于就是告诉。刚才讲的，你所有看那里头那17项的东西，四广阳已经否认那些以外。那万民委员直接在上面再加上来，里面讲的那些造谣的东西，什么我会去关注这些，不可能再加一个，如果再有，那大家就司法界的味道，就是这样。整个事情这样子能结束吗？不过刚才讲说那个在讲说，那为什么你妈妈要来找我妈妈像这样？万民委员他们是你也是做妈妈，是要表达一个，除了是民意代表，毕竟是一个做妈妈的嘛，就是我已经。很认真的希望透过这样方式跟你沟通了，那大家能够感受到我的诚意吗？首先我要先讲，就是说今天如果没有万美玲上那个广播的专访的话，那个四广阳的这个新闻，我觉得今天应该就不会再讨论了。是啊，所以我刚就问，为什么今天要上节目？对，我们应该是讨论台风啊，然后蒋万安的一个紧急应变的这个讨论放假嘛，对吧？对，应该是要这样嘛。就他今天突然出来之后，哇，今天又变成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那重点几个啦，刚刚我也认同，就是说那个义山哥讲的，就是你今天出来就会形塑说你儿子就是一个妈宝的形象。今天是你儿子要选不是你要选，怎么不是四广阳出来上媒体讲清楚，而反而是你妈妈出来帮他讲东讲西的哈？这是第一个妈宝。他不是已经出来了吗？我的意思说。他有在镜头前面，他是拍影片的。对，那只是那个拍影片，有很多人讲说你为什么用拍影片？那为什么不干脆不管是记者会或者像直接受访，对这样的方式？因为就是你单方面讲你的，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问题没有问啊，所以这个应该是你要出来讲清四广阳而不是你妈了哈。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也认为这个出来之后，他就是不会退选的，就不会退选。那为什么这个万美玲还是要出来？因为你看有一个逆风的乌鸦，这个粉砖
大部分的人会认为说它是比较偏蓝的粉砖啦哈。那这个逆风乌鸦它这个粉砖啊，开宗明义就跟你讲了，四广阳啊，除了退选没有第二条路，就是他已经开了第一枪，就是要叫四广阳退选哦。然后他这边漏等于写了蛮多的，重点是他讲说哈，他说国民党这个立委刚刚讲的妈祖六就是陈雪生啦，陈雪生就说还公开发言挺他，而且越挺越夸张。就我这边我很想问，下次我在立委院碰到陈雪生，我很想问他说，请问你到底偷什么？就我会好奇啊，你到底偷了什么？而且竟然会瞎到说，谁小时候没偷过东西？我们就是没偷过东西啊。好，他全党已经挺一个人，而且这个人是挺一个市议员的候选人这个是哪里有病啊？哈，所以他当然了，他最后也是讲说，当然了，他也还是能够选上议员啊，甚至万美玲因为太稳了，还是可以选上立委啦。但是这样子的黑料你不处理，从大局来看，这两个人当选的麻烦会比不当选还来得大。这个确实，你看这个比较偏蓝的粉砖都已经开了第一枪，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万美玲她出来可能是要灭火，没想到这个火没灭，还烧得更大。然后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就是说。他之前不管是他这个四广阳有拍一个影片，他有道歉，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你今天出来代表你道歉是没有诚意的。那第三个就是说。他之前不管是他这个四广阳有拍一个影片，他有道歉，可是我就会觉得说，你今天出来代表你道歉是没有诚意的，因为你的道歉每一个都有但书，好。那譬如说我们迟到，我们就说啊，对不起我迟到了，好这样子，下次我不会再犯。可是你如果说你的迟到后面要再加个但书啊，是什么塞车啦，你不会早点出门就是他今天道歉是每一个都有但书，像是他在同学头上倒白胶这件事情，他当然就讲说是他5岁了，然后他推给学校，他说是因为学校没有通报。学校没有通报，所以我不知道。对，他是就推给当时的这个幼儿园嘛，就是因为学校没有通报，所以我不知道，所以现在我知道了这样哈。那第二个，他说这个绰号啊，这个斋绰号这个阿拜的事情，他说哎呀，这个就是同学之间的这个打闹嘛，互取啊，对互取。他说因为四广阳比较胖所以他包括爸爸都叫他什么这个小阿胖，小胖子，然后那个同学都会叫他阿布依，然后所以你叫我阿布依，我就叫你阿拜，阿布依，就这样同学互取绰号。问题是说。你们这个同学叫你阿布，那你可能会心里，或者你们家里的人他爸爸叫他胖子，那你自己不反应，可是问题是人家不喜欢叫你阿爸呀。好那他今天还差点拿一张照片，还是主持人提醒他说，因为这有涉及个资，你不能把这个照片。对，他是说他说这个就说这个斋啦被霸凌被叫阿拜的这个人，他说你看他有跟四广阳在毕业典礼有拍合照啊，笑得这么开心啊，那你如果这么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朋友嘛，互取绰号嘛，怎么会现在选举的时候，你又突然就说是霸凌结果人家斋后来就当然。我就讲说这件事情就是大家都还在，大家都是活着，好不好？都就是当事人都还在，就像当时那个黄国昌那本书一样，你写的当事人都还在，所以那个斋马上就在脸书上写啦，他就说。我当时是被爸妈还有家长会叫去的，因为刚刚有讲嘛，就是那个斋的妈妈，因为斋妈妈是记者啦，然后万美玲就是跟他们都认识嘛，因为她就是跑桃园驻地的一个记者啦，对，所以今天那个斋才在讲啊，就说妈妈晚上说要吃饭嘛，没有要带我去啊 ，OK， 记者吃饭啊，就讲他妈，因为他妈妈是记者啦。然后看起来就是万美玲今天要找他妈妈吃饭嘛，所以才有刚刚义山哥讲的嘛。我27岁，你儿子28岁，为什么什么事情要爸爸妈妈出来叫？直接联络我啊，不要联络我家人嘛。所以这个也是斋发的文啊。那斋刚刚有发文，他在解释说，当时他被四广阳就他们拉去拍那个照片，他其实是脸非常臭，他根本就不想拍那个照片，是因为呢他们这个家长会还有就是爸妈啦都认识，所以就拉他们硬要去拍那个照片。所以他说知道他去拍那个照片的人都知道他脸很臭，臭的跟什么一样这样。那所以嘛，所以人家是心不甘情愿去拍那个照片，你现在硬要把他讲成说他们合照那么开心啊，那这个阿布阿拜互取绰号，那为什么要那么在意这样？好的，这个就是当事人又出来否认了嘛，哈。那就要讲了，还有啦，另外就是说，Q 帮
哦，就是说他那个迁赌这件事情啊，哈，他今天的这个访谈是避重就轻，因为他讲的也蛮奇怪的。他说他当时是关注到台中一个迁赌，一个也是学生迁赌的案子，后来不幸发生轻生事件。他说他是从台中这个案子，然后一路呢就关心到桃园的案子，然后后来才发现说他的儿子有这个迁赌这件事情。好，那可是问题是，他这样讲完之后，重点是你儿子到底是迁赌呢，还是你儿子根本就是主头呢？因为之前大家有在讲嘛，如果迁赌只是训诫嘛，不会到有这个什么少年法庭责负这个的责任啊。哈，这个律师可能会比较了解。那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啦，哈，那你儿子到底是主头还是你是迁赌？那这个你也没有去讲清楚啊。最后啦，他今天自己又自曝说他这个儿子没有去当兵，四广阳没有当兵这件事情。他说因为过重啊。好，120个公斤站上去就扎扎实实的120了。对，因为我刚刚还在跟这个杨明，我们在有点讨论啊，我就说，我觉得说好，你没当兵是因为你体重的过重问题嘛，可是你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其实四广阳说他是非常非常想当兵，他看他哥哥当兵，他羡慕的不得了哦，他说他也想要当兵。结果他后来就是没有当兵啊。那问题是，就是我是说你得了便宜还卖乖嘛？你就是没有当兵啊，结果你还讲到说很想当，那你现在不是还可以嘛？因为他现在看起来这个体重又恢复正常了，体型嘛，我看他很多的照片，然后体重恢复正常了。那你现在要当，他现在没有过兵役嘛？他要当他还是可以去当，那你就去当啊，对不对？那你何必这个得了便宜又卖乖了？好，最后我要讲的是说了哈，我觉得今天整个的访谈，他最后呢，还有把他其实因为他们是霸凌者，他的儿子是被指控霸凌嘛，他们现在要形塑成自己是被害者的形象。因为他最后有讲说，他们现在整个被网暴，他现在被网暴，所以他现在他说他已经解释了哈，是他做的他就道歉，不是的哈，就是他已经澄清过那么多次，所以他希望大家不要再这个什么抹黑他们，然后他说还要找律师来提告。哇塞！而且他说他们现在是被网暴，他们现在是受害者哦。你是一个霸凌者的这个当事人，结果你现在形塑成自己好像是那个受害者，然后他一直在强调说，我们都是用最高标准，然后我虽然不是虎妈，但是我是用最严格的态度来对待小孩。那如果你是最高标准的话，那你就应该是退选啊。那我看不出来你的最高标准跟你最严格教育小孩，你的标准到底是在哪里？所以而且你现在还要形塑自己是受害者的形象，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接受。那我看那个形塑受害者是要形塑给谁看的？如果假如说我被网暴了，那我现在就算形塑我是受害者，他确实说他们都已经受伤了。对，那一般像评论的或者什么，应该不会因此就觉得你们真的受伤了。可是某种程度支持者呢，或是一些就是本来对他们就比较就觉得说是嘛，人家都受伤了哈，再加上像翁小玲委员他们讲，我们自古不就讲那句浪子回头金不换，人家现在都已经这样，那小时候那些事情都已经做到这样了，那你们还要怎么样呢？所有这些好，有媒体上形容说，蓝营现在真的要全党去护一人这样吗？如果没有到这种全党护一人，但最起码在桃园，那万民委员也讲啊，很多的支持者也觉得像这些事情，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样律师也准备啦，意思就是总有人路见不平吧？你们大家再继续这样下去，大家真的他们还会再隐忍吗？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我们新闻面对面身为这个全国最被信赖的节目，必须还是有一些事情要讲清楚的。刚刚其实几位来宾很多人讲说，陈雪生讲说，你不知道他可以让4个议员当选哦，我必须要正式告诉观众朋友，这不是事实，不是4个。是10个，对啊，你说那个立委的票跟议员的票，扣掉11万票都还可以啊。给观众看一下哈，这个是上一次2022年的时候，桃园第一选区，因为议员是第一选区啦哈，那立委是第4选区，桃园区嘛，以前是桃园县，然后有桃园市，就这一区，好，万美玲委员这一区，他是第4选区立委，但第1选区是议员，观众朋友你看都是你熟悉的名单，第1名是林涛，然后呢有这个黄琼慧，有詹江村，有这个于北辰，那我为什么框最后下面这2个这可能阳明桃园人认得，我并不认得啦。这2位最后吊车尾的议员票数分别为8000多票跟9000多票，这是上一次2022年这一区能够当选的议员的这个就是得票，最少8000多。那观众朋友，万美玲委员他拿多少票？119000多票，所以他一个人可以包10位议员。好，我说不要再讲说可以让3、4个议员当选，他可以让10个议员当选。所以讲到现在，观众朋友，我们今天题目讲完以后，明天台北不知道会不会有大风雨，大家在担心，对不对？
到了11月28号投票的时候，真的还有这一题吗？I doubt。我怀疑，因为谁会去讨论一个议员？而且在这次事件之前，真的我也不认识他，我认识万美女委员，但我不认识他儿子啊。所以谁会在全台湾所有22县市要选县市长的时候，单独讨论一个议员用这么大的版面呢？就是因为出事了。去年就有人 po， 今年3月28号那个 po 文，破600万，600多万那个。那你有讲说这是网军攻击，那是怎么样？什么政治？不会的。你有讲说这是网军攻击，那是怎么样？什么政治？不会的，观众朋友不会的，因为他从小学、幼稚园、老师、同学，什么事情一大堆人都还有外送员，还有跟他发生交通事故的人讲说，哇，我跟他发生交通，好多人来，所以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很多的料，所以才出事嘛。那所以要收尾。刚刚吴哥讲的那个是法律途径，我是觉得啦。如果真的有人乱讲，现在要选举，他们主张他们权益 OK 的，我觉得 OK 的，因为不是也澄清了，你还要抹黑，那就告。可是我不太理解外媒委员今天去上广播节目，到底是目的是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先讲一件事哦，因为现场我们这边就有3个广播节目主持人，我跟杨明还有小玉。我们在约来宾的时候，好，那过程当中不管怎么样，对方愿意不愿意，是他给我人情还是我欠他什么不管，我不太理解哦。刚刚导播放了个画面。已经到了播音间现场要坐下来了，才在 conference 说，不要问退选，应该是约的当下就讲清楚，什么东西不要讲，什么东西一定要讲，对不对？不会说已经来了以后，我今天都约了，然后谈什么的，最核心的东西要先讲啊。很多人在问说市长要不要退选，结果他居然没有跟他确认，你来这铁塞蒙某都不讲。对不对？我要问说这个建议哥要不要选市长，我一定要先讲那个我这里问题，我看3班牙低，然后我就没有这一题嘛。所以第一个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个时候才谈这个事情。第二，显然外媒委员今天所有的内容是要帮这个他的儿子也喊冤，那种东西不是事实嘛。然后也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一个交代，然后也跟社会说明。我完全不理解为什么是他来说这件事情。因为外媒委员他的说法是什么？他说是今年3、4月他才知道。对。所以网络上所有写的每一件事情，照这样的说法，他没有一个知道。那既然他没有一个知道，如果今天他的儿子是8岁，我完全理解妈妈出来帮儿子讲话。他儿子是28岁，而且他不是一个28岁的人而已。他是议员参选人。所以有哪一个问题不能由他自己本人出来讲？不管什么阿布阿拜，不管什么白胶，不管怎么求版，或者是为什么没有当兵，都应该有一个已经28。我再强调一次哦。现在18岁的这个高中生都已经很有意见，他28了，也在国会立委办公室这个实习了5年，不是吗？我不认为他没有能力讲这个话。那为什么会是外媒委员出来讲呢？前几天在立法院很多记者去读访的时候，我看到委员心情不是很好，就不讲话嘛。我当时是理解的。为什么？我儿子28岁，你来问我很奇怪。你问我外美玲，我参选说我的争议 OK。但今天是我的小孩，我怎么会去对不对帮他回答？他都已经28岁了，但是他今天出来跟大家说明也可以，说明什么？吴哥，说明在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孩子，真的是幼稚园、国小，妈妈有介入帮忙的那个部分，他可以说明。可是到了他已经是他自己个人部分的时候，这个儿子已经28岁了，就应该由4广阳议员参选人出来面对，否则就不需要出来，因为他也有这个脸书 po 文，也有一个影片了，但是你却出来跟大家讲了很多，没有办法过关，反而烧更多的事情。没有当兵是因为，其实显然我不知道是外媒委员自己有在关注，还是说他有个团队在帮忙控。他把这2天所有网络上或者是节目讨论的话题，等于就想办法就还有一次解决了。因为也有人质疑说，既然从小时候念书到后来念大学。都有一些纷争，为什么就当兵这段期间好像就没有传出事情？是不是没当兵？好，那他就讲说对，没当。那这个也就是说，他把所有东西，那个球板是发生了，你才在桃园市议会质询，还是你先质询，然后你自己家里面小孩这个问题？好，所以他等于是跟大家都说了。但我只有一个很简单哈，第一个叫做外媒委员，第二个叫4广阳议员参选人。你们2个分别应该为你们自己应该说的话去说，而不是外媒委员还在帮他儿子做任何的解释。因为所有你的儿子的同学对他的指控，都是因为他爸妈是万美玲，所以才有这些纷争。就到了今天，还是由妈妈万美玲出来做说明。我觉得对4广阳参选人来讲不是个好消息啦。不过刚前面已经给大家看了哈，以地方政治时代来讲，只要这个事情就是不再有任何的动作，话题也换了以后，我相信4广阳这个参选人
看起来万美玲委员没有要退选的意思嘛？有，那只要不退选，我觉得应该就当选。OK， 所以杨明退选是不用讨论的，因为不会有退选这个选项。但是这整件事情，你会注意到，常常有人会把这件事情跟赖瑞荣委员，然后他的小孩那件事情拿出来做两相比较啦，甚或连处理的模式啊，人家都没退，你为什么一定要退？可是人家有开记者会，你要不要出来开记者会？这两个是这样比的吗？我先补充一下刚刚小玉姐的那一段，就是说为什么万美玲要去找人家这个指控者的妈妈？人家母亲除了是记者，而且是这个我们讲所谓不是蓝的就是不是光谱，不是属于蓝的，而且是第一大，我就不讲是哪一种媒体是第一大的，不是蓝的。OK， 那他们在地方当然都很熟了，那这个女孩子的爸爸是警官，那所以我说这个在地方有一些家庭背景，他们这样的讨论是因为就是会觉得说，如果有这种所谓的霸凌事件，你们的家庭的背景不太，就是说你的爸妈都会帮你出气啦，好。那当然，我说这个就是那个叫家务事了，这个我们不用多讨论的。我只是说，在这个事情里面，当然当事人有他的感受，这个我们都尊重。可是万美玲委员他这一次的处理模式，确实是因为你上个礼拜的不回答，跟今天的接受访问，就会变成一个反差。是啊，如果上个礼拜你就侃侃而谈，你就把说我儿子会好自己出来说明，你就不需要今天去谈那么多更多的细节了。这个是本质上的问题。那当然，你说这个议题，我们就讲了，一个9合1选举里面，一个桃园市桃园区的国民党提名人，跟高雄市长民进党提名人赖瑞隆，两个对比，这真的是一个你知道吗？一个层级很高，一个层级很小。一个是全国好像有900多位的参选，对，议员。然后另外一个光6都，而且是高雄，那6都就是蓝绿对决嘛。对，那个光人数的比例，你不要讲说那个层级，光人数的比例都很难想象。刚刚伟汉哥也秀了，一个桃园区这个选区的议员8000多票可以当选，你要当选一个高雄市长，少说80万吧，对不对？大概是100倍。好，那所以今天如果蓝军，我说我如果是蓝军里面有能力决策。我直接跟万美玲说，叫你儿子退选。为什么？接下来我们就打赖瑞隆退选啊。所以像逆风乌鸦，我刚刚这个我也补充一下，他也是桃园人出身的媒体人。OK， 逆风乌鸦的，我也是桃园人出身的。我们对于我必须讲，这个社会对霸凌为什么深恶痛绝？最近有一个案例，5月天的演唱会里面有一个跆拳道女孩点歌，他说，这是一对双胞胎，他姐姐弟弟一起去参加5月天演唱会，跟爸爸，然后他们被点到歌，说你要点什么歌？那当然，那个阿信就主唱就问说，那你为什么要穿着跆拳道道服到这个演唱会来？为什么要学跆拳道？他说他弟弟是特教生，他怕他在学校被霸凌，所以他要学跆拳道保护他弟弟。这一段影片现在在网络上多少人，包括现场的4万人，跟后来看的几十万人。每个人都很感动这一段，可是他某种程度就说出来，校园霸凌这个现象在台湾有多么普遍？为什么霸凌这个议题会变成很多人觉得深恶痛绝？所以万美玲委员跟施广阳，也许他们会觉得这是小时候的事情也许没有那么严重或怎么样，但是在当事人眼里的那个心里面，可能就会是一个永远没有办法化开的结。可是呢，我说这个议题同样的就是说一体两面，当然。那个赖瑞隆不是自己霸凌，但是一样是孩子的问题。可是呢，同样的，我说未来万美玲如果要更上一层楼，像小玉都一直说，如果他下次选市长怎么办？对，没有错，我也觉得万美玲选不上。可是呢，同样的，我说未来万美玲如果要更上一层楼，像小玉都一直说，如果他下次选市长怎么办？对，没有错，我也觉得万美玲选不上，一定会被再拿出来。这整件事情，2022年大家还记得的话，那时候万美玲、吕玉玲、鲁明哲，甚至还有议长邱奕胜，都曾经有意或无意去表达说这个所谓2022争取，后来最后是张善政啊。对，可是张善政如果今年又连任，那下一次那个时间点在2030年。那万美玲委员有没有机会去挑战所谓市长？可是这个议题
会如影随形跟到那个时候。那这个对万美玲来讲，你的儿子就算当选议员，你的未来可能就蒙上一层永远被霸凌如影随形的阴影。来，佩君，两位都是议员，所以第一个议员参选人，你们是现任议员，同时要参选连任。议员参选人被检视的过程当中，刚讲到四广阳所有这些，但是今天是万美玲委员出来帮小孩讲这些，当然佩君是国民党，你自己看你会怎么看？刚才杨明特别讲，如果国民党就是高层有人直接可以用下棋的方式看一看这整盘，那就弃车保帅吧，把这个去掉，然后好歹我们可以攻那一局，是用这样的一个模式，或是对国民党来说，当看到有很多不管是委员啦，或是有一些里长庄脚讲的那些话，佩君会怎么看？我比较不想用这个政治或选票的角度来看这个议题，我觉得我们应该回到霸凌的是非去谈了。刚刚这个杨明哥举的那个例子，那个影片其实我看了很多遍，因为那个小女生后来在现场点的歌是温柔，她说希望这个世界对她的弟弟温柔以待。那不止这个乐团的人在台上哭爆，然后在网络上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回响，所以我觉得大家对霸凌这件事情是非常有共鸣的。那我自己因为前一阵子这个处理这个教育世家在学校霸凌同学的案子，所以坦白说，我这阵子收到非常非常多各个学校霸凌的状况了。基本上接下来也还会再开记者会揭露。那也让我体悟到说，这个事情其实是一个超越政治立场，然后超越这个各种硬条件的存在，因为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是非问题嘛。那其实四广阳的案子让我以媒体过去当媒体的角度来看，我其实最不能理解的就是说。他今天如果是一个犯错的早餐店老板，是一个素人，那你可能躲着3-5天、1个礼拜，大家就忘记这件事情了。可是你是一个公众人物，那你接下来一定会有非常多的公开行程，会跟媒体遇到。那你可想而知，接下来的未来就是你每一次出现在公共场合，大家堵麦的时候，就要问一下你这个问题，问到你回答的那一天。那除非你在这个参选过程到11月还有5个月，你都不出来了，就是你都不在任何公开的会被遇到媒体记者堵麦的机会。那显然后者是不太可能的嘛，所以他们选择了一条我觉得执行上很困难，而且会反而让自己跟这个议题牢牢捆绑。所以你觉得他的影片是没有意义的吗？老实说，以媒体自己，我做过媒体，大家也都知道，没有被实际上的 Q&A 到，不会放过你的啦，就是太多问题要问了嘛。那你不管派谁出来都没有回答到啊。而且我刚刚说了，他今天如果是一个早餐店老板，或者他只是万美玲委员的儿子，那也许这件事情3-5天、1-2个礼拜，那大家就不再追了，因为我们对老百姓一般人不用下这么重的手。可是你今天是一个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那你就必须要对这些事情说明。那我觉得很多人年轻的时候犯错，社会上也许会愿意给你机会去改正。但今天的问题不是说你15岁做错什么，而是你今天是一个要竞选公职的成年人，那你是怎么面对你的过去的呢？那我觉得是这样啊，他在公众视野里面是桃园市议员候选人四广阳。坦白说，我不认识他，那我对这一系列的霸凌事件的理解程度，大概就跟一般民众一样啊，看网络上面、看新闻上面，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内幕秘辛要揭露。但是我如果从议员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会觉得霸凌这件事情，就是遭受霸凌方应该要尽力的去在法律上面看看有没有寻求救济的方式。那就算他因为时效不起诉，可是在调查的过程当中，也许还是有助于还原这个事情到底有发生或没有发生，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政治上的这个责任，我坦白说，我觉得我跟社会上的共识一样，如果被霸凌方提出很明确的证据证明这些事情，霸凌仔应该要下去，这些事情没有什么好讨论的。你觉得他需要退选吗？如果对方可以证明这些事情是有发生的。我不是被霸凌的人，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那社会上的人也不会被证据所说服嘛。所以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说我有霸凌，那个说我没霸凌，那选民会怎么判断呢？那有证据多的人说话。那如果霸凌这件事情是罪证确凿、非常明确、板上钉钉的事情，那霸凌仔要下去，我相信国民党内不会有太多的这个异音或不同的意见。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没有办法这么理想的说一翻两瞪眼接盘，那最后2026年11月28号还有最后一关，桃园市的选民会用选票告诉大家，究竟他们认为霸凌成不成立。会有没有遭受霸凌，有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我觉得选票会让他付上政治上的代价。但佩君，因为你自己参选，你知道那个包括有很多的里长一定都是调阿卡嘛。大家这几天看到了这么多那个里长的调阿卡出来声援，包括连讲的一些话是让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怎么会是什么像六合彩啦，什么类似这些。所以光有这些调阿卡这些，那基本上11月28号，那我看刚才拿出来那个是10个是吧？
就可以一个抵10个嘛，12对，12个。坦白说，武哥我没有那么乐观，原因是因为桃园区上次议员的选情，这个当选委跟落选头其实才差500多票，所以我觉得桃园并不是一个政治板块那么明确的地方。然后再来就是说，今天这些争议如果都在，然后公众的视野里面没有得到一个很满意的答案，那么你全力去保护它，势必会激起另外一股反弹力量。这2个作用力是这个互相制衡的。当你这一方出的力更大，另外一方面的反弹力也会很大。就像你丢球嘛，你丢越大力，弹的就越高。所以我觉得他们要去思考这个角度。如果他得到了不合比例的支持或支援，不一定是好事。OK，但这件事情看起来，今天万名委员接受媒体访问，似乎不是整件事情画一个休止符。看起来这件事情后面可能还有很多，大家就一直往下，甚或我不知道佩君刚讲，那就有很多记者一定会问，就是等到司广阳在公开媒体露面的时候，那以记者的天性，大概每个都会再赌着问，一定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包括万美玲委员出来以后就讲，这个不是他们想要的是应该是讲，我先回答杨明的一个问题，就是高雄赖瑞隆儿子的事情跟司广阳这是2件事。那原则上你要拉在一起谈，我个人认为可能好像不太合理啊，因为毕竟你说退选不退选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因为民众心中的感觉，真的有感，大家才会无限的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当然，你讲回来，在这边他的危机处理其实是万美玲跟他儿子的危机处理，就如同说义山哥讲，后面公关公司的操作，你危机处理得当，这个事情早就落幕了。就是因为你们自己危机处理的分数，我个人认为比较不及格，所以导致于到今天他还要亲上火线。你讲回来，从政治的角度，从3月份开始，有人一直在讨论那司广阳的事情一直在讨论。如果真的是政治操作，那也是国民党里面的操作，跟我们民进党干嘛？你说因为选票不会流到，选票也不会打。今天我要打张义章，我们6个是7个同一个选区，我打5个，你的票还不一定给我，搞不好你的票跑到佩君那边去。所以这种东西在操作上面，如果是政治操作，我应该是讲说政治操作，那就回归政治。你要去问你国民党为什么要去操作这个啊？是谁因为你参选可能落选？或者是你被攻击了，你的票会跑到哪里？这个是国民党里面自己要讨论的。那今天再讲回来，其实这个问题，我跟佩君一样，我们常接到霸凌。霸凌的定义是什么？常常被霸凌者都要去举证我被霸凌。这在整个一个调查过程当中，被霸凌的人可能要1次2次被针对调查、霸凌委员会开会等等的问题。其实这现在凸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民众心中有感，有感的是什么？有感的是说，你居然在学校要求学生到底你去做九帮还是迁赌？那今天再讲回来，其实这个问题，我跟佩君一样，我们常接到霸凌。霸凌的定义是什么？常常被霸凌者都要去举证我被霸凌。这在整个一个调查过程当中，被霸凌的人可能要1次2次被针对调查、霸凌委员会开会等等的问题。其实这现在凸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全国民众心中有感，有感的是什么？有感的是说，你居然在学校要求学生到底你去做九帮还是迁赌？台湾的法律就很清楚嘛，你迁赌顶多是违反社会秩序违法、涉违法，但不会被警察循线调查。调查到最后面才要讲说，我送我儿子去，不管是不是你送你儿子去，重点是循线调查查到主头。第二个，如果今天我看到万美玲的质询，在他当议员第1届质询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今天这个事情，我当时候看他质询，哇，好棒哦！为了学校校园赌博的事情，公然的质询市长等等，这样是好事。但了解起来，到底你儿子去做九帮，是拿着鞋子跟他讲，你可以买鞋子哦，这鞋子很漂亮。这个人是不是你？现在民众要的，有感觉的是，真的你要身为候选人要被选举的时候，你遇到是不是你曾经有做过这些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凸显了一个霸凌这件事情，在我们社会上，其实被霸凌者通常是弱势。
那若是又加上刚才五月天讲的那个案例，我个人感觉，现在大家 focus 说你到底有没有霸凌人？因为你成年人的时候，你在学的时候，你现在身为公众人物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要针对这个问题明确的回答？所以我个人认为说。现在大家担心，如果说你认为我个人认为12月25他一定是宣誓就职的机会很大。但换个角度，大家会在担心，以前你知道我妈妈是谁，以后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现在我相信桃园人甚至全国的民众，对于比较关心政治、关于社会霸凌事件的人，想要了解的。到底当时候这些作为是不是你儿子有这些做？那如同讲万美玲，你今天出来，我不知道你到底是灭火还是压茶听会的。你今天讲这个东西，光第一件事情，我儿子退选的事情不要讲了。光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我个人的感觉，如果我今天不是政治人物，我的感觉，你为什么怕人家讲你儿子退选？那你是不是心中有鬼？那你不然你就全部提告。哪些人讲谎话？可是今天斋斋也跳出来讲啊，没有什么毕业典礼，我叫你阿肥，这是谁出来的版本？所以我倒觉得这个现在全国民众有感会继续讨论，这把火的危机处理是你们自己母子处理的不够。为什么一个成年人要你妈妈再出来讲话呢？五哥，我要选议员，我叫我母啊出来替我改水吗？我第一届在选举的时候，我妈妈也才60几岁啊。他要出来替我儿子，我儿子为什么公然被人家讲什么没有必要？我自己要承担。你要当一个公众人物，你要的是承担。或许对你的影响选票来讲，伟汉讲的啊，12个拢会动算，把他妈妈的11万9千票的11万票全部扣掉，他9000多票还是当选了。但是重点来了，你当选以后会不会让人家认为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现在担心的是这个问题，也是希望因为霸凌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社会来重视。那至于你有没有霸凌，如果你要还清事实，你就提告；没有的话就很简单。至于退选不退选，那是他的权利。我只能说他们的危机处理是0分的。不过这整件事情看起来并没有因为万美玲委员，然后今天接受媒体访问以后，整个可以戛然而止。那接下来呢？接下来看起来，包括司广阳在影片里面的道歉，也没有办法让整件事情落幕嘛。如果不是的话，那接下来呢？接下来一定会跑行程，接下来一定还会有很多的公开场合。那会不会还是会有相关的一些问题？然后还是会提出来问，这对选群到底会有什么影响？不单是2026司广阳这一战，甚或到2028，那在立委选举那一战，或是会不会再烧到2030桃园市长那一战，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但这几天，从7月6号那天，石板民夫，然后在台中遇袭以后，一直到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说这整件事情会不会在我们自己在中华民国，在台湾境内，会不会有让大家感觉到人心会有点浮动？那一战，今天媒体上有报，因为这整件事情，最起码你不要说国际关注了，最起码香港，然后包括中国大陆那个地方跟我们某种程度会关系这个，那个廖贤，他有14K 帮的背景对。这件事情啊，就是从国台办昨天的记者会，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征兆啊。国台办说出于义愤，义愤是什么意思？因为正义而生气啊！对于国台办来讲，什么是正义？是不是就露馅了？他们刚通过所谓的民族团结这个促进法嘛，所以他基于正义啊，你石板民夫长期对我们中国、对我们中共、对我们习近平进行批评，然后你又是日本人，又在7月7号前一天，所以他基于正义而生气，所以打了石板民夫嘛。这件事情，你国台办就露馅啊！表示说你在现在这个人都还在羁押，这个犯罪者都还在羁押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他是基于义愤，表示是不是这件事情其实是有所谓的从中共底下所派下来的一个命令嘛？它不是长臂管辖，但是它可以让台湾人对于所谓的对中共的批评产生一种恐吓、威吓的效果嘛？所以就有这个赵小慧教授就分析啊，这个长期以来中共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长臂的恐吓或者是说我们跨境的镇压，它其实有一套的指挥系统。第一层就是北京首脑，就是政法委跟国安部啦，下支援下指令给资源啊。第二层就是沿海的中继站，这些中继站呢，包含着一些国安公署福建省管公省，他们跟所谓的黑帮势力，尤其香港的黑帮势力，因为中国没有黑帮啦，而且中国有黑帮早就被抓走了所以他们还跟我讲说是讲什么黑道人权人权在中国有人权才奇怪，还说要维护这个廖港发的人权所以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嘛。所以他们这些所谓的沿海的中继站就
专门找三合会、新义安跟14K 这种具有红色背景的港澳黑帮骨干啊，像廖港发这种底层乡弟小弟，而且最好有案底的这种有案底的这些小弟呢，因为我没差了，反正我回香港也是被关嘛，干脆再犯一条啊，不投多了啊，这跟我们那个傅昆萁讲的哈，没背个几条不会做老大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所以找这种底层小弟来去派。去所谓的台湾台湾这边还有一些相关的内应来做一些统筹嘛，包含这个路线啊、车辆啊，因为毕竟他是香港人，对台湾可能不熟，所以这些最底层的工具人变成是中共最高层的指示底下，他的一个工作项目由黑帮来进行所谓的执行任务的工作嘛，所以就传出说这个廖港发是不是14K 的底层小弟，他上不了台面啊，他其实就是拿钱办事的。但是14K 跟所谓的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啦，因为这个14K 啊，其实就过去国民党有一个将军，他在广州的时候，在1945年广州洪门帮会的洪发会。为什么叫14K？ 因为它地址就是14号。为什么叫 K？K 就是国民党的意思。所以这些人啊，他们在1945年的时候，其实就透过洪门的一个组织，到了香港去发展，成为现在的一个非常跨国境的一个所谓的黑帮组织哦，犯罪组织。所以这些事情。包含这个14K 跟国民党的关系，包含洪门跟国民党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哦，洪门不要小看洪门，洪门不只是帮派，洪门在台湾跟在中国都有一个政党，在中国叫做中国致公党，在台湾叫做中华致公党。中国致公党不要小看人家是民主8大党派，它是可以参加人代的。成为现在的一个非常跨国际的一个所谓的黑帮组织哦，犯罪组织，所以这些事情。包含这个14K 跟国民党的关系，包含洪门跟国民党的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哦，洪门不要小看洪门，洪门不只是帮派，洪门在台湾跟在中国都有一个政党，在中国叫做中国致公党，在台湾叫做中华致公党。中国致公党不要小看人家是民主8大党派，它是可以参加人代的，所以这些所谓的民主8大党派的中国致公党，在台湾叫做中华致公党，而且过去的中华致公党的副主席啊，曾经犯下所谓的诈欺罪，而且他跟所谓的张显耀的反渗透法的案件其实息息相关啊。所以未来我们对于这些所谓境外的黑帮的势力，是不是应该做所谓的境内的管控？我们在入境的时候，是不是针对这些有可能执行所谓的长臂管威吓的这些人士？包含这些黑帮的分子，包含这些有案底的人员，进行这个拒绝入境嘛。尤其对于香港、澳门跟中国这些具有犯罪人士的背景，应该进行管控，来维持台湾的自由的言论，维持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OK，两位蓝绿阵营的来宾想请问一下，因为这整件事情，最大的一个症结点就是在跟老共的所谓的民主团结法到底有没有关联性，是不是老共在实施所谓类似长臂恐吓，用这样一些的方式？那这几天看到蓝绿之间有很多的一些论证。来，佩君，这件事情你觉得跟那个会有关系吗？包括绿营的人就讲说，在立法院针对老共的那个民主团结法，绿营立法院党团提了一个决议，然后希望能够谴责，然后蓝白阵营挡下来，然后就不付，就大家不用讨论这些。对你们来讲，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在立法院不需要讨论？我觉得不用把这个议题复杂化，因为它就是一个暴力事件，暴力就是应该被谴责，所以我们应该要尽全力找到这个人，然后。如果他是外国人，而如果他不是台湾人，如果不是本地人，因为如果是台湾人可以在这个有司法管辖权可以处理，如果不是相对应的就是禁管的措施，暴力就是要被谴责，暴力就是要被制裁。我不管他是哪里人、什么政党倾向、什么理由，其实我觉得不用把这个讨论变得很复杂。所以很单纯。所以我觉得很单纯。然后你不觉得，包括石板民主这件事，你会跟他们什么那个民主团结法？我不是说跟那些事情一定没有关系，因为那毕竟是要调查，不是我觉得有或没有。但是如果回到被攻击这个议题，暴力就是应该被谴责，暴力就是要被追究，暴力就是要得到制裁。我觉得这个是很清楚的。
其实如果说依照石板民夫这个案子，当然佩君所讲的很单纯的就是一个暴力事件，暴力是大家不容许存在，不容许在台湾发生。那当然，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今天这个案子主要的身份是因为他石板民夫。第二个来的人刚好为什么紧急要赶快逃到第三国家，这个东西一旦刚好被我们拦下来，知道了这个事情，我们又回想到2019年那个何韵诗来到台湾被倾倒，泼红漆的时候，那时候我记得是台港反集权的一个大游行，那当时候抓到了这个人，他的身份背景就是亲中嘛。就是我们台湾的特别的一个政党，特别亲中的政党，后来也判刑了3个月。我个人认为这整个事件你说它是不是政治？我个人认为跟政治上一定有相关联，不然很奇怪的。我很义愤填膺的，我很有正义感的，我人还在拘押当中，你中国都还不知道这个人还没回去，还没回到你的香港，你也没有问过他任何内容，你居然可以说替他讲话，而且代表他的立场。第二个，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之前电影有一部片叫《火烧岛》，载着带罪的人。或者可能犯罪的人，预备要被拘押的人，就把他带到，请他们去执行一些工作，甚至于他用戴罪之身将功赎罪这种理由，可能请他来到台湾，或者要求他到台湾来做一些可能从事有政治上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动作。所以我感觉整个事情，你说在立法院里面，包含我们市议会曾经也因为说我们要谴责什么事情或怎么样，大家立场不一样，这都尊重。但是这件事情，我个人认为，除了中国他们要展示一个长臂管辖的事情以外，他也在做一个大外宣嘛，甚至于他们国内的大内宣。你看台湾他乱讲话都会被这些异议分子，他主要的宣示在这里。但我觉得这不是单纯的，有一点是国安的问题。我倒觉得抓到人了，那也必须要凸显我们台湾的司法法治是独立的，而且我们是自己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容许外国人来到台湾做犯罪的事情。我觉得要严办，甚至于要严查。我这几天我看你有举2005年马英九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反国家分裂法，那个时候，然后拿来比拟现在，包括绿营要提那个决议，说要谴责老共的那个提案，然后蓝白阵营之间的党，这之间的比较性是什么？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因为这个话题石板民夫先被这个暴力对待的事情呢，我向台湾蓝绿白的政治人物都谴责，这个没有例外。但谴责之外哈，刚刚有一题要深入一点谈，就这跟最近刚刚在3月10号通过7月1号上路的中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没有关系？现在各方说法不一嘛哈。那有几个点，我觉得我们可以深入去想一下的，因为现在还没有完全有答案啊，因为这个人已经被收押了，后续需要能够查出真相。其一。就是石板民夫先生他的这个抗中言论，不是这2天，他一直都是这个言论，所以他会被这样子就是对待。你讲说那就正好他遇到他不对，他不是正好遇到，他是刻意搭了飞7月2号来的。这个法什么时候上路？7月1号。所以我现在并没有结论，可是我跟大家讲，会这样想不是完全没道理。因为如果你对石板民夫先生有意见，那他过去这几年对你怎么样，对不对？为什么就在这个时候？而且有一点我想不通的就是说，已经这么大费周章的坐飞机来台湾，掌握行程，在饭店徘徊，买了咖啡，等他演讲完以后，上去确认他石板短头，对不对？这个你是看笑脸的安的吗？对不对？还要确认一下，对吧？这叫了他名字以后，然后确认给他一拳，然后离开，然后没有在饭店门口搭车，就为了打一拳。不，你建一个立场要讲哦。他照理讲，如果仓嘛，因为有人讲说，就是门口拦车。国台办的讲法一时什么义愤，我就这义愤。对，刚刚义山讲没有说，义愤是表示说他做的是有道德的事情。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妇孺被欺凌的，我过去保护他的时候，不慎把他义愤之下，对不对？这个失手怎么样？你今天对于言论跟你不一样的人，在台湾可以这样动手吗？所以这我先讲我看到台湾蓝绿白政治人物都谴责，这是对的。其二是说，这个过程不像是临时起意，就正好被我看到了那个黄伟汉，我很讨厌他，所以我上前理论，然后失手揍他。不是，他已经有逃亡路线啊，他有逃亡装备啊，他连在饭店门口排班计程车他都不搭啊，他离开到外面以后去路边叫车，为什么？因为显然他是不是怀疑饭店门口搭车很容易被立刻就掌握，对不对？上了车。殴打的时候是黑色衣服，而且他殴打的那个时候的衣服是长袖，他有刺青嘛，
所以我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场警方很厉害。上了车用手机订机票，本来因为他是香港啊，回香港的飞机比较晚，所以换成韩国釜山，然后再换成白色衣服，是要飞机飞前的时候才被抓到的。所以你说这个东西没有预谋，他已经想的比你还更多了。而且你看那个媒体描述那个警官在讲说抓到的那个过程，你不觉得这个只能用贼心该败4个字吗？就是他们，然后所有的讯息全部都传来以后，然后在厕所碰到他。然后厕所看出来是这个人，然后就马上通知那个登机的地方，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你不觉得这所有一切的安排，而且速度还算够快？对，真的，要不然的话差个10几分钟，这个人现在大概就在釜山，早就已经回香港回哪里去了。好，那所以以上所述这个过程，我并不认为它是一个一时义愤，又或者是突然发生，它就是有预谋。那有预谋花这么大费周章的路程、时间、经费，我们不要讲好了，从香港来就为了揍一拳嘛。我其实想不太懂，好，但是想不懂的事情以后会有调查结果，但它造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当这个民族团结进步法它通过之后，我们都被提醒了。刚刚5哥用词很精确，因为我们一般我都是讲这个长臂管辖、跨境镇压，很多现在有的法政人士就出来一些讯息跟我讲说，你常常在广播节目，你是公众人物，你要用词精确。他说，如果我们可以被镇压，就表示我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管辖。所以他劝我不要讲长臂管辖，讲长臂骚扰。境外镇压讲境外暴力。跨境暴力，你就是到人家去使用暴力嘛。好。OK， 这观众朋友，这个用词大家注意一下。第二，你既然这样做，你也来了，你是施予暴力，对不对？那打完以后你就离开了。可是5哥还有观众朋友，这一次打1拳，下一次有没有可能同意到？那之后有没有可能就把你杀害呢？所以他让你害怕，让像石板或是像我这样子有常常在发表公开的谈论，这个我们没有必要藏嘛，你也不可能藏啊。你也不可能不讲。照着看2秒周以后啊。可是对于很多可能往返两岸，然后他们不讲话的人。他就会想说，干脆我们不要讲好了。这个是已经出这个法啦。好，那就回到5哥刚问我这个问题了哈，这是我很主观的看法，也是感触啦。为什么？因为2005年当中国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也是3月嘛哈。反分裂国家法的意思就是你不可以分裂国家，对中国大陆来讲，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讲，那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那台湾谁要分裂国家？台独分子。当年是这样啊，所以很多人觉得跟我无关。即使如此，好，我在这边也跟我面对面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有人跟我讲说，立德厚啊，一天到晚在讲这个在野党都不讲执政党，现在在野的是国民党，跟国民党什么关系？观众朋友，2005年国民党有执政吗？没有啊，当时的总统是阿扁啊。但2005年的主席叫马英九啊，然后那时候选县市长，他联合了所有的国民党的县市长公开抗议，发表不认同嘛，然后隔了3年以后，2008年马英九要选总统，对不对？这一篇我已经用了300多次了啦。好，就这个截图，这不是造假，就是这样。那里面的几个重点，第一个，这个跟民进党的台湾全球决议文的意义蛮接近的，就是台湾的未来前途由我们2300人，只有台澎金马哦，没有北上广深14亿人，这是第一个大图。下面写的是什么？坚决反对反分裂国家法，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中华民国主权独立嘛，所以这是国民党在2005、2008的论述嘛。好，那我现在回过来，我知道5哥要问我的问题啦。现在蓝绿白这么的对立，你民进党提什么，国民党才不跟你一起嘞，对不对？大家产不高，罪不牢啊。所以民进党提案在立法院说，我们要有一个谴责，因为日本国会、美国国会都对于这个民主团结进步有意见嘛，就唯独我们中华民国立法院没有。那怎么办？很简单，好，我就一句话讲完。民进党的版本否决，国民党自己提版本嘛，国民党自己提一个国民党的版本，民众党也支持，那我们还是有一个声明，有一个立场，有一个态度啊。但是现在的国民党确实没有我过去2005年跑的时候的国民党那么有危机意识，那可能当然时空转变了哈。我话就讲到这里。OK， 但杨明，这件事情会造成国内我们国内有刚刚讲那种所谓的对大家造成恐吓的那种感受吗？除了这个以外。看得出来，立法院未来针对这个法案会有任何动作吗？如果目前在野在之前的态度是这样，那你说他之后要改变态度，除非因为这个事件导致极大的民意反弹，对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民意支持度造成破坏性的损害，否则我想这个现在的在野阵营他只是觉得说。啊，人家的法关我们什么事？有点这种态度。是这样讲。可是当然对民进党来讲，他会说这个法可以在第三地抓你可以在哪里修理你你看现在人还飞过来从香港飞过来这个。那当然以石板民夫这个案例，我觉得
对于民进党来讲，某种程度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发挥的案例。我说好发挥，不是说是什么正面，不是去肯定这个案例，而是说它对于我们台湾，我们讲自由这件事情，它会造成一种恐吓，确实是一种恐吓啊。对国民党以及民众党的民意支持度造成破坏性的损害，否则我想这个现在的在野阵营他只是觉得说啊，人家的法关我们什么事，有点这种态度，是这样讲。可是当然对民进党来讲，他会说这个法可以在第三地抓你可以在哪里修理你你看现在人还飞过来从香港飞过来这个，那当然以石板民夫这个案例，我觉得。对于民进党来讲，某种程度是确实是一个比较好发挥的案例。我说好发挥，不是说是什么正面，不是去肯定这个案例，而是说它对于我们台湾，我们讲自由这件事情，它会造成一种恐吓，确实是一种恐吓啊。不管今天我们在场任何一个人走出电视台摄影棚，在外面任何的攻击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今天我们不分颜色嘛，就是说不管你有挺哪里，你有什么样的立场。你的对立面的那一群人说活该被打，怎么样的？像我说讲这种话，你会让你的支持群极小化，就是你的政党或你的阵营变成偏激型的这种政治的这个模式的时候，会让你的支持群极小化，因为大部分的中间选民，就如同我们刚刚讲到霸凌这个议题，这就是一种霸凌，强凌弱本来就是一种，尤其出手攻击。这种暴力的行为，当你没有去声援，我觉得你不讲话就算了，你还讲说哈活该，这个人该打，哇，这种我必须说这种话，不管今天是哪一个阵营的，你都是让你的阵营变得更难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件，当然目前看起来就是台面上的政治人物都很克制，或者说都很知道不要去乱踩，可是在网络上我跟你讲，真的好多甚至说像今天。声援这个石板民夫的活动上面，有一位这个我们的算前辈啦他就讲说这个为什么不去打林佩祥，不去打翁小玲，要去打石板民夫？我觉得这个举例就不好，这个就不是一个严重的失言。我们的台湾的政坛不需要去用仇恨去堆砌，不管今天被攻击的是哪一方，我们都希望他早日康复，然后严惩暴力。可是如果现在麻烦就是牵扯到所谓的跨境。像国台办的讲法，我也觉得莫名其妙。请问你怎么知道他义愤？他人现在在台湾呐，被羁押。对啊，请问你是怎么样知道的？那你这不就露馅了吗？你这不就让绿营的？你看，他跟犯罪人有连结，有没有就很容易被这样连结？当然，即便国台办可能说没有啦，我们觉得嘛，因为他是在修理这个在我们北京出生长大的这个石板民夫嘛，也许他们用他们的想象。但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件对于目前这个选举来看是有可能对绿营来讲，当然他一定是要把它跟所谓的民族团结促进法去做结合，然后变成营造出一个中国大陆会用各式各样的暴力去侵扰我们台湾的自由。杨明，请问一下，你刚刚讲那个就表示，其实这整个台湾社会那个中间的那一块，那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那没有什么颜色，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因为我挺你，所以我会对于暴力跟霸凌我都视而不见。理论上这些应该都是很偏的。好，这就回到另外一个，你刚刚讲这个对年底的选举这一场，那说对绿营来讲的话，在老共那个民主团结法会不会那让他们有一个口实可以用？好。那对郑丽文呢？这场主战，这场选战，他打的是和平。那整个过程当中，那你看到一些在选战我不知道是巧合还是什么，因为你们有很多的一些资讯。那天跟蒋万安没有同框，是刻意的呢，还是巧合的？有人就把上一次李四川也是这样，张善政，也就是说，那大家觉得郑丽文的有一些的言辞，在国内来讲的话，是能够极大化的吗？是中间选民会喜欢的吗？还是只有比较所谓的深蓝的会喜欢？这会不会造成那种1对1的选战？那些候选人会觉得那没关系，那我就自己多加油一些。那你可以帮我有加到一点深蓝的也 OK， 但我考量一下那个正负比，我们还是不要同框嘛？会出现这样吗？对，其实这个就是刚刚这个小武哥讲的关键了。我一直最近都在举一个例子，去年的大罢免，
如果没有人去吐叶元之口水，没有人去怒骂他，我觉得叶元之被罢免的机会就大很多。你觉得这个人帮了叶元之？都是帮啊。可是站在他们那个同温层里面，他们说你骂得好，就是该这样修理他。我跟你讲，这就是让中间选民醒悟，就是说觉得我们的社会不要这样，让他们出来这个投票动能。所以同样的，刚刚这个建义兄也讲了那个何韵诗的案例，就是这种在台湾已经超越一般人能容忍的。你没有出来制止，你反而去学这个什么火上加油，通常就会被群众，尤其是沉默的大众唾弃。所以当然你刚刚提到郑丽文主席，我认为啦，他在因为两岸的立场，他在很多的议题会导致整个政党不能够，这个像刚刚伟汉哥讲的20年前的样子，好像不见了。可是呢，我觉得如果很明确的，我刚刚提到民意。如果国民党的支持度或者国民党的这种所谓的一般的那种或者说现在开始县市首长的民调，一个一个的开始往下掉的时候，尤其在中间选民、中立选民的支持度每一个都显著的往下掉的时候，国民党内部自然而然会展开一股可能就是跟郑丽文大切割的动作。OK， 小雨现在看得出来，国民党内部的人。尤其我讲那个1对1的选战那些，就县市首长嘛，你要拿到50%+1嘛。那对那些来讲的话，有闻到像这样的一个氛围吗？媒体上有报道说，甚或他们有一些党代表，因为他们接下来会有全国代表大会，有人打算要提案，因为那个时候前一阵子有人在开玩笑，会不会有人在上面要提？因为国民党没有党主席罢免制嘛，然后有没有人会提党主席罢免的一个规定？看起来媒体报道那个不像有，可是。媒体报道是有人说那个党主席跟总统选战之间要合一制，这是什么意思？今天朱立伦去看马英九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啦哈。那不知道这个席间，他是说因为提前要帮马英九庆祝生日，那这个席间不知道会不会很感慨啊？就是刚刚讲的这个国民党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说，风传媒在吉修啦，他写了一篇啦，就是说党代表有提案，好。那提案就是说要把这个总统的选制跟总统的任期跟党主席的任期要合而为一。好，那我认为说这个报道啦有2个比较有趣的地方，第一个是提案的人，第2个是提案的内容。好，这个内幕是比较有趣。那我先讲了，他这个提案其实有2个2个提案，第一个就是说总统的任期要跟党主席的任期一致，一致。那可是这个跟国民党内本来就没有什么汉格啊，因为就如果是总统的话，兼党主席的话就没有问题啊，对，这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他的第2个提案比较有意思的是说，你提这个党主席提完总统的候选人之后，你党主席就放手了，就掰了，选战就是由总统候选人来主导所有的一切。对，他的这个提案是比较有意思的啦，因为你从之前的韩国瑜跟吴敦义，或者是比较近的啦，就是侯友宜跟朱立伦，都会发生，就是说大家好像觉得这个党主席在搞总统候选人，譬如说像这个侯友宜在选的时候，你前面还有一个郭台铭就搞了很久，那搞完了之后呢，然后又蓝白合又搞了很久，那搞到最后变成这个大势已定的侯友宜是11月才开始起跑，到距离选战1月投票只剩3个月了。那要是我是侯友宜，我会觉得说那不是朱立伦在搞我嘛？所以这个提案看起来是有点像说，那你就让总统候选人提名他完之后呢，你就让他好好的自己去操兵党主席就不劳你烦恼了这个，那为什么我觉得这篇报道更有趣的是说提案的这个人的背景，这个讲出来这个名字大家也不会知道，但是他的背景是一个中国的台商。他是党代表，他没有选上，他没有选上中常委，他没有选上中常委。OK， 但是他是一个长期在澳门经商的一个中国的台商。那我特地强调是中国的台商，然后我觉得这个背景是很有趣，再加上说最近这个提案是台中的党代表一直在积极的联署。你这有特定人的感觉。对，台中的党代表，为什么这个案子出来是由台中的党代表在积极的联署，然后又是由一个中国的台商来主要的来提案？好的，你说我是好，你说我见缝插针，那我们记者当然第一个看嘛，是不是为了卢秀燕在量身定做嘛？不然你台中的党代表干嘛那么积极在联署这个提案？那第2个是不是代表说你这个对岸对于这个总统候选人，你已经开始有一定的一个押宝，或是有一定的这个想望，所以才会由这个中国台商来提案？但是就我了解。
解啦，这个提案出来之后呢，在很多国民党的群组里面已经开始在激烈的讨论了啦。基本上没鬼啦，反正这个国民党每次碰到，因为这个提案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上一次好像反正每次只要朱立伦要碰上他要选总统的时候，就会有这个提案出来，就是希望说不要这个制造纷扰了这个。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这个提案是有点多余，有点多余。为什么？因为现在国民党内担心的是你党主席是郑丽文嘛？是你提名总统候选人，因为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是在党主席的手里，甚至连不分区也是在党主席的手里嘛。现在不大家担心的不是你郑丽文提完总统之后你会不会搞这总统选？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你是自己提自己呀。就会有这个提案出来，就是希望说不要这个制造纷扰了这个。那最后我要讲的是说，我觉得这个提案是有点多余，有点多余。为什么？因为现在国民党内担心的是你党主席是郑丽文嘛？是你提名总统候选人，因为这个总统候选人的提名是在党主席的手里，甚至连不分区也是在党主席的手里嘛。现在不大家担心的不是你郑丽文提完总统之后你会不会搞这总统选？现在大家担心的是你是自己提自己呀，是郑丽文，你是党主席。所以这个提案是对的啊，就没有党主席跟总统候选人合一就没有问题了。不是，就是国民党自己担心，所以我觉得这个提案是多余的吧？因为现在大家这个有些人担心的是总统候选人自己提，党主席自己提自己呀。不过我帮你补充啊，这个本来国民党是有总统就是当然党主席的规定，2019自己删掉嘛。那2019为什么要删呢？这个是针对谁呢？还是说觉得谁当了总统不能当党主席？OK。所以这整件事情对未来来讲的话，那好了，那当然也是因为郑丽文主席从访问中国大陆回来到访问美国的过程当中，相关一些研习，你知道在选战的时候，尤其是打到1对1的那种时候，总是希望能够把选票极大化。那到底是正还是负，是有利还是不利？那各方会自己去考量。但是对所有的民众来讲，这几天一直发酵的一件事情，让大家一定会关心的就是。对，那致癌油现在到底查核到什么样一些的程度？你在公开市面上面所买到所有的东西，还会有这样一些的疑虑吗？因为包括一直到今天，那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不管是单位啦或者公司行号这些，慢慢被加上去。那所有的人，那大家看到这些，那当然你说包括赖总统已经2次亲上火线，说了重话，那未来又会怎么样？佩君，你今天去告发卫福部长跟食药署长。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认为卫福部和食药署作为这个全国的食品安全最高的管理机关可是在这个毒油风暴里面，可以说是事前的预警失能，然后在事情发生的中间，这个处置反应很慢，然后再来事后又画错重点那所以这不是一个螺丝松掉的问题，这是一个制度上，然后到后续管理都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对他们进行告发，是因为希望透过司法来厘清，是不是有公务员渎职，是不是有人应该要负起相对应的司法责任，而不是只是看起来这个船过水无痕，毒油这一批产品热题话题过了，热度消了，那大家吃下去了就反正也没得讨嘛。那回来讲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制度上的状况。那把关的制度其实是形同虚设的，因为卫福部跟食药署他们只验这个市售的产品，对于源头的工厂原料是没有相对应的管控，所以让这个毒油可以说是完美的隐形，不会被发现。那主动查气的功能在这个个案里，在这个案件里面看起来是不存在的，因为厂商自己决定要48天之后，他才自主通报。那可是官方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有没有去做及时的全面性下架？那答案大家已经知道是没有。那里面的考虑是什么？不知道，所以也期望透过这个司法能够来厘清。那卫福部在知道这个事情的反应之后，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全面下架嘛？大家知道第一时间就是提出了那个20%的门槛。可是这件事情为难的是地方政府，因为20%这个数字讲出来很轻松，可是。这个辛苦的不是只有台北或者台中国民党执政的县市，你民进党执政的台南、高雄，难道你要这个非常有限的人力拿着算盘到不要说普查，你一个店里面的商品要算完20%？不知道要几个礼拜才算得完，这个讲得出来的标准是完全做不到的。那不就等于没讲吗？所以当然被骂得很惨。我相信也不会有哪一个民进党的这个公职会出来讲说，20很好，应该要保障这个厂商这个适度的捍卫跟平衡，不可能。所以后来标准又改了嘛。可是这个96%的毒油，基本上我想已经都在座，应该没有人能幸免，因为它的
品项太普及了啦，便利商店的也有，然后这个超商里面也有，各式各样幻化成各种形状，大概大家都吃到，也无一幸免了。那这几天的延误又有更多的这个下游业者，还有这个产品被揭露嘛，那甚至连国防部国军也都吃到了。那我觉得最后就是。看起来现在收尾的方法就是出来说，我们有罚，而且罚得很重哦，罚了1.6520亿的重罚。那但是我认为这只是移转一个行政怠惰的脱身之词而已，因为你说这个钱罚下去之后入国库，它也不会变成吃到毒油产品的民众的健检补助费用啊。但是毒素这件事情又不是像砒霜一吃马上倒在地上死掉，它可能是经年累月的累积嘛。那你看我们现在所有人吃到，那鼻子摸摸想说好吧，希望毒素不要累积太多，不要爆发。那也挖不出来，因为已经吃下去。所以罚归罚，当然他必须要罚。可是对一般吃到毒品的有毒产品的民众来讲，是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我认为这个部长跟署长应该要负起相对应的责任啊。那不是说对厂商罚款，然后这个现在好像看起来也没有很具体的道歉啊。那政治责任未来会不会负不知道。可是。不管是什么都没有办法挽回这些已经赔偿的健康了。来一下，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法律的问题啦，因为我们食品卫生管理法第7条里面规定叫做自主管理。这一条我一直说一定要修。那立法院包含那个我们林淑芬委员也说这一条。让所谓的厂商所谓的自主管理，他们自己在，尤其是这种大厂，他们自己内部有设这个检验室，检验完之后，他们什么时候通报，并没有详加的规定。而这个通报的单位，我说真的，地方跟中央都有责任。通报的单位叫做地方政府嘛，地方政府就要负责相关的之后的所有的下架工作。但是这件事情，它的产品的类别非常的复杂，因为它是最上游，所以会产生很多地方政府没办法负荷的稽查的工作。这我可以帮地方政府讲话，但是你完全怪到中央政府也不对。问题在于所谓的自主管理出了问题。自主管理这件事情，所以林淑芬委员才说，未来这些检验室啊，你可不可以第一时间检验出有问题的时候，你同时要通报地方跟中央政府嘛？那另外就是说，下架跟所谓的产品检验这些所谓的品项，这些下架工作是地方政府没有错，但是中央政府你要负责的就是叫做公告所有的这个标准嘛，因为你一定会先设定标准，而这个标准让地方政府有法令可以依循，说哪些产品因为违背了这个标准，所以我才下架嘛。但是中央政府这一次公告的这20%，我说真的，中央政府你们为什么是20%？为什么不是10%？为什么不是50%？到底为什么是20%？你们到现在也没办法给大家一个解释嘛。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中央、地方、厂商都有问题，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法令已经发生那么多的食品卫生的事件，表示自主管理是没办法管理的。厂商他们一定用他们自己最大的利益去做衡量，而不是用消费者的利益去做衡量。而政府，不管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应该要为消费者发声。而消费者发声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很清楚的讯息公告给大家知道。我都说啊，这些产品下架，大家反而要安心，因为下架的有用到这些油品，我已经公告下架了。反而这些品项，你们现在去买的都是没有用到这些产品的，所以避免消费者的恐慌也很重要。反而公告的品项，大家可以安心去买；没有公告的品项，反而是要担心的。这样厂商才愿意去公告下架这些品项嘛。因为公告下架了之后，大家才能够放心买我们相关的其他产品。OK， 但我很难想象我们现在还在刚刚讲到依赖自主管理这些，因为还记得上一次就2014年的时候，不是讲那个就是鼎新油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所有的过程，我们大家还在讲说是因为有一个好，大家都讲说因为有一个检验员鸡婆，他多验了一些，然后才发现了这些，要不然大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到现在还在依赖像这样的一些事。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后来行政院就讲说没有什么20%了，就全部都下架。才愿意去公告下架这些品项嘛，因为公告下架了之后，大家才能够放心买我们相关的其他产品。OK， 但我很难想象我们现在还在。刚
刚刚讲到依赖自主管理这些，因为还记得上一次就2014年的时候，不是讲那个就是鼎新油的那个事情的时候，我印象中那个时候所有的过程，我们大家还在讲说是因为有一个好，大家都讲说因为有一个检验员鸡婆，他多验了一些，然后才发现了这些，要不然大家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然后我们到现在还在依赖像这样的一些事。那接下来当然就是后来行政院就讲说没有什么20%了，就全部都下架。可是对，包括你看到蓝绿很多蓝白阵营有很多的立委就直接讲说，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当时最早就一次全部都这样，不就好了吗？因为食安的问题是攸关你我，根本没有政治问题，对不对？那今年又要选举，那就会满满的政治问题。当然，所以你当食品问题，你把它当成是非政治问题的时候，你就犯了大错。一开始我看食药署，我把时序讲出来给观众朋友听哈。我觉得食药署跟卫福部这一次犯大错。前端的部分呢，你说这个包含南侨，他知道了以后，他这样到底有没有算是隐匿通报？我认为他不是吹哨者哦。他如果第一时间不是去告诉这个就是地方主管机关或者什么对，他是告诉对方，我今天如果买了一个东西，我买了一个食品里面有不良有毒品，我今天是警察先生就是他，而不是我还回去给他说，你这物件不下后哦，处理者那个头卡，不一样嘛。所以当南侨他没有直接通报的时候，不管地方政府，不管中央政府，其实不会知道。我前端我先不说，我先跟大家讲，已经确定有这个问题了。第一次食药署开记者会，上个礼拜五7月3号。孝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他们讲什么？食药署跟大家公布有问题，有291家，但是呢不公布这291家。这就是一开始我认为中央政府犯的第一个错。你已经告诉民众有问题了，可是你却让他继续恐慌，因为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我等下跟1-3去外面吃牛肉面以后，我给你假掉，我生气啊。你告诉我有问题，可是我无法避开那个问题。你告诉我明天会有风雨，可是你不告诉我是哪个县市。那你会不会犯错？夏天喝咖啡又冰的，对不对？2讲完以后，大家讲说，那有问题怎么办 ？OK， 第二天7月4号礼拜六，说我们已经有动作了，所有呢混油比例在20%以上的，我们要它下架，强制下架。等一下，大家看到的不是这个，大家看到的是另外一个，所以20%以下的不用，那20%以下为什么不用？20%就 OK 吗？这有什么依据吗？大家正在 confuse 的时候，过了这个6日，到礼拜一有一个人已经跳出来，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要检讨中央政府行政院跟总统府？因为我不太能理解，就像刚刚前面讲万美玲委员出来开记者会，我也看不懂一样。总统在7月6号礼拜一的时候，总统也不是每次都堵麦的，表示出大事了嘛。他是亲自宣誓，对不对？该下架就下架，这是7月6号礼拜一哦，观众朋友，我这时序很清楚哦。当赖总统都已经讲该下架又下架的时候，当天7月6号礼拜一的食药署记者会是讲什么？那我们建议20%以下的你就自主下架，还在建议。到了第二天礼拜2 7月7号的下午。那个石崇良部长冲进记者会说：“你围揪啊，这类坐进来以后拿麦克风，全部下架，全部下架，就搞了这样4-5天啊。”所以我是觉得啦，中央政府这个现在会被人家批评是也自己要承担。但孝哥问我的问题是说，那我们台湾有没有办法禁止这种事情发生？我觉得完全禁止可能真的很难。可是你要将它容错的这个就是发生的这个几率要降低，那你就知道，所以一定要重罚。有很多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蒋万安要去罚南侨。我看到网络上很多的论证辩论说他是吹哨者，你还罚他，以后没人要讲。不是，他已经规定你今天只要发现，不管你是被通知还是你自己验出来，你第一时间就通报地方主管机关，对，地方或中央都可以，你只要去通报。可是观众朋友，我没有任何商业上，或者说我也不是做这个跑这个怎么讲，就是食品的新闻的，我都不熟，我也不知道南侨他们以前声誉怎么样。可是我也不太理解，当你已经查出来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你告诉你的上游是要提醒他出问题的同时，你为什么不跟台北市卫生局讲呢？所以蒋万安罚他300万，我觉得合理啊。那当然，现在大家论述到说是因为这个捐给韩国瑜钱，所以被对付。我觉得这逻辑就不通了啦，因为台北市政府就是应该。你没有通报嘛？你是告诉你的上游，所以孝哥，如果这个事情上游之后，这事情也没爆出来以后，这事情不算吹哨，这算隐匿，所以我觉得每一个环节，中央地方，我觉得都应该要求，很简单，6个字所有的讯息都应该让民众知道，所以要知道。你不要有任何隐瞒，你也不要害怕恐慌。我知道啦，可能官员会想说，我要是错杀怎么办？我要是一大堆的商品预防性下架，就最后发现有一些是没有的。可是为了大家的食安，你要用最高规格嘛。所以第2个道就是不吃到。要知道讯息全部公开，第一时间
不吃到用最高规格全部都预防性下架，然后很快的速度以后 double check， 这一批没问题，恢复上架，这样就没问题。但建议这整件事情现在隐隐然好了，大家还是希望说大家站在食安的角度，然后大家维护全民所有吃的安全。但是因为今年要选举，所以隐隐然这整件事情某种程度它就是变成某种程度变政治事件了。是带彰人食安的东西，某部分你把它跟政治画上等号，我也觉得不尽然也是不能，我个人也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因为今年选举年电，但这件事情我还是一句话：中央卫福部。卫福部这个部分真的予有责任。整个过程当中，刚才伟汉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整个过程当中，说我个人认为真的慢半拍。那至于说南桥是不是吹哨者，那当然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嘛。我个人认为，因为你过程当中你拖了那么久，你该通报不通报。但我也告诉所有观众朋友，台湾现在所有都有属地主义，也就是他的公司设在台北市，那你的工厂在台中，那原则上不管你到台中。报告台中的那个卫生局或者台北，你有通报就好了。对，有通报就好。你最起码要跟主管机关，不管地方。那至于说当时候要全面到，至于后面的比例什么20%啦，要不要下架，或许民众搞得乱七八糟。我个人认为，整件过程也就是卫福部说真的。现阶段我们不讨论谁要不要下台，要负政治责任或是什么样责任，但以现阶段来讲，先处理中央地方，甚至于未来的一个机制的讨论、研究，甚至于修法，这都该要做的。但卫福部，我觉得这一次当中呢，真的到后面，我们的执政党，也就是行政院。是应该要去检讨，是不是有人该负责？那当然，至于说今天佩君有说他去提告了，司法该怎么走，该怎么做，那当然我们就尊重。但我应该是讲，台北市政府难道在这一次过程当中，你所有的事情，你真的都是如实如不，而且没有任何怠惰或者过于速度缓慢的去处理嘛？我觉得台北市政府这个时候不要蒋万安不要再操作这个了。那或许吧，在年底选举对我们有没有伤？我是觉得还是有影响，但整个过程还是要回归基本面。未来我们食安的这个问题，如果当然应该下架，你下架不等于销毁。那未来如果查了这一批批号没问题，你还是可以上架再卖。那如同义善哥讲，现在留在台面上的都是安全的。你大家可以安全的使用。那至于整个公布的那个速度跟公布的内容，甚至于说291家我不公布，我真的该打屁股。如果当然应该下架。你下架不等于销毁。那未来如果查了这一批批号没问题，你还是可以上架再卖。那如同义善哥讲，现在留在台面上的都是安全的。你大家可以安全的使用。那至于整个公布的那个速度跟公布的内容，甚至于说291家我不公布，我真的该打屁股。不过现在看起来，小玉，第一个蒋万安最近你说油的事情，对。他是直接直指中央，甚或直指赖清德总统要不要道歉什么这些，然后讲说中央欠全民一个交代，他是直接这几天来好像一直是这个样子。然后你最关心的就是台风的问题，台风的问题，蒋万安在那个基层就是防灾会议上面，那很多人现在都在传他那一块，就讲说对着基层就是讲还有没有对，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就不要再有紧急调度啦，什么什么这些。不要给我，重点是不要给我。是，不要给你，还是。所以对蒋万安来讲的话，这几件事情你看到的蒋万安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吗？我还是觉得选举还是一个好东西啦，因为你有选举的话，就是因为有选举的压力嘛，所以你看他这一次说这个巴威台风啊，他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威嘛，有个威，这个名字不要这样取嘛。巴威台风而且又巴又威的，对，不要巴到台湾啊，对啊，改柔性一点的名字。虽然我知道台风地名有它一定的规则，他不能挑柔性一点的吗？他可能是外国翻译过来。而且号称25年来最大的一个台风，而且说它的那个结构非常扎实，然后所以当然就是大家踹雷弹。那你看这个蒋万安这次是提前2天就已经进驻了这个灾防中心嘛，那当然不可否认，就是说上一次台风没来的时候，这个豪雨大淹水，就内湖也淹啊，然后什么我们公馆还有拖伞啊跑出来，还有什么这个三叔，对三叔，还有三叔，那还有这个什么地层下陷。因为我不是跟你解释三叔了吗？他是说什么山上冲下来的。
原文其实不是他讲的，是台大的教授说的。对啊，对，他是转述嘛，对啊，所以英文告诉你，他是转述。好的，因为我不是植物学家，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这个冲下来，然后就长了很多的山苏出来哈。那但是大家看的不是山苏，大家看的是就是你是积水嘛，你水沟到底有没有清的问题嘛。所以好了，回过头来，我还是觉得说选举是一件还是好事啦，就是迫使这个蒋万安，不管他是压力也好，或是怎么样也好，好，虽然他现在有选举的一个领先的优势，但是还是逼着他赶快先进驻这个灾防中心。好，那回过头来就是讲到说前几天的这个昨天的应该是这个影片啊哈，他就有释出哦，就是说，他的原文是说，其他的区公所有没有提出问题？如果没有提出问题的话，我就认为你们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啊，就不要给我发生届时啊有任何在需要紧急调度的情势。好，那这句话呢，当然有引发两个争议了哈。第一个争议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说，今天听说有网友啊直接打去1999投诉。就说蒋万安的这个语气啊，已经是职场的霸凌了，就职场的霸凌对，他说打去投诉啊，对，打去投诉啊，就说你蒋万安你就是惯老板的语气啊，因为你怎么会给我披风警点，给我上紧发条，不要发生届时给我什么有需要任何警告，所以有网友认为说，你这个就是带头霸凌、职场霸凌、惯老板啊，所以没塞啊，我打电话去1999投诉你那还是安内啦啊，好，这个比较特别。那第二个啦，当然大家在看的时候，我第一个看到影片，我也是觉得哇，那蒋万安整个态度硬起来，好像跟他平常温良恭俭让的那个样子不太一样啦哈。好，那我看到那个影片是说，因为现场他是找12区的这个区公所来开会嘛哈，那大概只有文山区公所提了2个问题，那其他区公所就没有提问题。那当然我第一个直觉反应是说，那你内湖区公所上次是你们淹最惨啊，前几天不是也传出说那个沙包500沙包吗？对，就是有什么沙包这个不够还是什么的事情，奇怪内湖区公所那也老崩都一点比较没有讲话。那蒋万安就说，那你们这个既然其他区公所都没有讲话的话，你们就不要到时候给我发生这个紧急调度的事。可是这个话有一个语病是说，大家就知道说这个台风就是我们常常讲天灾嘛，天灾。那你就算你再怎么样严阵以待，那你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这个灾害是没有人可以控制的。那所以紧急调度，你为什么叫做灾防中心？就是灾害应变中心嘛。那灾害应变，那所以大家有难的时候，当然会需要你来给我协助啊。结果你们现在接着讲啊，你是不是现在打了预防针，又要开始推，说你们现在没有跟我提出需求的话，待会有灾害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有告诉我什么紧急灾害应变什么这个，你这样讲好像有一点太推责任推太过了所以到时候如果这个哪个地方淹水，你们就讲说，当时是你没有跟我提需求，你现在怎么能够跟我提需求？那你还要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干嘛？要开始推，说你们现在没有跟我提出需求的话，待会有灾害发生的时候，你们就不要再有告诉我什么紧急灾害应变什么这个，你这样讲好像有一点太推责任推太过了所以到时候如果这个哪个地方淹水，你们就讲说，当时是你没有跟我提需求，你现在怎么能够跟我提需求？那你还要成立灾害应变中心干嘛？应变就是要紧急应变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蒋万安这句话会引发2个争议？一个是态度的问题啦，那另外一个就是你这句话是不是先打了预防针？你已经先要下推区公所，然后上推赖祥德，看起来是有打预防针的一个意味啦。那杨明，第一个，那上一次淹水那件事情，对蒋市府来讲的话，那一定是有相当的一个教训，所以对他们来说，刚讲前2天要进驻，所有的人你给我神经绷紧，只要有任何的灾难，没有一个政治人物能够得分，因为最好的就是预防。看起来这次的台风对不敢讲市府啦，对包括中央，大家所有的人是绷紧神经。到选举年，每一次发生什么事情，大家各个阵营都在祈祷是不要发生大事，那大家各凭本事。所以这次发生了，包括油啦，所有这些看起来的话，它确实是到目前为止在这个选战过程当中算是比较大的事了。我先帮大家
科普一下，那个巴威台风命名是越南的山脉名，越南的山脉在河内那边，他们的一座山，然后它是一个国家风景保护区，所以有这个他们的山没有一座叫温柔啊，或者什么这个，我讲没关系，台风命名都是这样，如果造成很严重的伤害，就不要了，就会改名，对，就把它改就会改名。好，那所以我们希望他不要改名，对。那这一次其实我觉得对蒋万来讲，当然因为有内湖的是那个叫前车之鉴，它势必我们讲天灾没关系，因为天灾是天造成的，可是不要有人祸。什么叫人祸？就是比如说雨下来，理论上不会淹水的地方都淹水，理论上应该要，比如说像今天我看网络上就有看到有网友很热心呐，他看到一个建案，他说这个大楼他的那个什么阴架啊，什么都还没有去做相关的设施。那你市政府就要赶快去处理。就是说这种防台准备能做的尽量做。那如果你今天是因为市府没有准备好，比如说什么抽水机没有去检查啦，或什么相关的一些设备你慢了，然后导致说这沙包也没有先准备好，结果导致已经淹水了，水已经淹上来，你才去调，这个当然就人家民众就会怪你政府。好，所以像比如说我们讲去年赖总统被骂翻了。那个，比如说到那个台南，台风的时候，利亚嘎迪北啦，什么的，这种就是叫做人祸。是因为人的关系导致民怨起来，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在灾难或者说这种台风都有一个政治学。第一个，当然，现在也许很多民众现在这个，因为我们节目播出台风假理论上已经宣布了，不管有或没有，但是就说这个有没有台风假，对于市政府来说反而是最不重要的。其实，如果像以这次台风看起来是很应该说它是一个它结构很完整、很强烈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不管它侵袭的，目前看起来是以北部地区为主。那这样子造成的伤害，没有人扛得起。所以能多做一点，但是你要说我做了多少，就一定不会发生灾害吗？没有人能保证。所以我说他们能做的就是第一个，事前的预防多做，然后再来什么？事后如果有灾情，去应变的速度要够快，大概也就只能从这个。OK，巴威台风呢越来越逼近，那在对所有的观众朋友来讲的话，不管你是不是在暴风范围里头，那不管有没有放台风假这些，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做好防台的准备啊。那对台湾来讲的话，那通常都要习惯着跟包括台风要知道怎么样的相处。那我们做好万全的准备，大概是我们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至于各级政府，那神经麻烦都要绷紧。不要讲说，如果因为这个风、这个雨，最重要是不要有任何人为的疏失。OK， 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明天见，拜拜。